Hello， 大家好，我是郭班老师努力基 Sam。今天我们再次从新北的新店出发。今天是要去哪里呢？是想要去我们这个本田重机的桃园店哦。为什么要去那边呢？因为想要来去试乘一下我一直在想的一台车啊。而且刚好呢，全省的本田重机都有在办这个试乘骑机大放送的活动哦。在7月底之前呢，只要试乘任何一台车就可以参加抽奖哦。我是没有想过要抽到这个 CRF 啦哦，但是如果能够抽到轮胎或是一些小奖品，也还蛮有意思的啦。再加上呢，7月底之前呢，本田的公司车回来这边都可以做免费的行车健检哦，有25项的检查，什么电瓶啊，什么轮胎、胎痕、胎压等等，他们都会帮你检查。这个检查是免费的，而且他还会送你礼物哦。那如果你刚好因为保养又有一些花费在那边呢，按照这个金额呢，他又有在送你一些东西。总之呢，这个公司车就是会有蛮多的这些活动啦。那像我们骑摩托车的人啊，就是骑到后来就说，一样的路呢，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还要再去哦。当然有时间想要去兜兜风、散散心，其实都是会在骑车出门的。但是呢，找一个理由跑来去这个桃园本田，好像我的这个摩托车回娘家给他看一下，好像也是比较放心。然后还有活动，就觉得团体的这种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好，说着说着呢，就来到了台湾本田重机的桃园店啦。哇，这是一间很大的店哈。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试骑的 CB750，又是 CB 系列哈。可是呢，它不是那个 Newer Sports Cafe，它是这个 Hornet 系列，一样是 CB 哦。有分为 Newer Sports Cafe 跟这个是 Hornet 系列。那 Hornet 也不只是750哦，那它还有不同的排气量。那我今天要试乘的呢，就是去年推出的 CB750 Hornet。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形哈。它的车头的正面呢，其实是我觉得有点像这个仿生的感觉，有一点尖尖的这种盾牌脸，那再加上里面的 LED 灯泡呢，的确是有一点点好像黄蜂会蛰人的那个脸的感觉。那这个是它的侧面的样子哦，它一共有3个颜色，白色跟红色的这个车架哦，相对应来讲，我觉得搭配的蛮抢眼，蛮好看的。那它是一个双缸的车款哦，所以可以看到有2根排气管从引擎那一边延伸出来，最后结合成一根尾段从后面伸出来。这是它的尾灯是属于有一点有棱有角的感觉吧。那如果要多加一点解释，可以说它有点像蜂巢的感觉。它的后座跟前座啊有还蛮明显的坐高差而且后座的这个面积不算太大，但是我摸了一下呢，这个椅垫还是算够软的啦那很特别的是，它这边有一个做好像空力套件一样的东西我不知道对这个车子的前进稳定度有没有帮助但是呢，看起来还蛮杀的。这边是车辆的左侧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脚踏其实是比较偏后上方的。然后呢，它还有做这个原厂可以选配进退快排我觉得整辆车子它的造型都是做的有一点前卫虽然这个小三克里夫三一直说不够大胆，那我是觉得还好。但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就是还是台湾的法规问题啦，就是最后那个排气管尾段硬生生给它加上一个铁汤匙，就是破坏了它的美感啊。其实 Hornet 系列呢是最早在1998年由这个本田推出的。那个时候我才刚当兵退伍，然后呢后来上班我几乎是骑速克达，就没有再接触挡车所以我对原本的 Hornet 什么要4缸啊，然后要什么圆形的什么车头还是什么，就比较没有那个既有的观念。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一次的 Hornet 推出来的时候，其实都会觉得说这个不是我想象中的 Hornet。那我是没有那个原本的认知啦。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台车的时候，说它叫做 Hornet， 我觉得还蛮像的啊然后你说骑乘的感觉，你说这个2缸的声浪没有4缸绵密，那是一定的，因为4缸它一定会接得比较紧所以你高拉转的时候给你带来那种哇，好像这个电影里面那个飞车追逐的那种声音会拉出来这样子。2缸没有，但是2缸的优点就是它在这个低转速域的时候呢，扭力很快就出来了。
那这台车子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哦，就是它的最高马力跟最大的扭力出现的这个转速啊，都是在7000转。其实一颗车子7000转不算非常高转哦，所以它在这个中低转速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的这个马力、扭力全部都展现出来。而且呢，据说在7000转以下，它的所有的动力表现都跟欧规的都一样啊。只有在7000转以上之后呢，它的马力进来台湾的时候有一点被阉割啦。那这台车啊，我当初会有一点点关注它，就是我觉得它是蛮短小精干的感觉。从那个车子的一些大小的规格，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坐高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高是172腿长不是特别长的人，可是我骑这台车子啊，我觉得那个脚的着地性非常好坐高据说是79公分你看我这样子可以两脚都可以放在地上，不能说完全平踩但是呢脚跟离地也不会很远，所以这个安心感是蛮有的。那世成这台车子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是呢，它真的是好像设定所有的设定都比较偏向战斗型，它是有一点点战斗的街车那不像我的 CB300R， 它就比较像是这样子代步用的感觉那这一个 Hornet CB750 呢，它这个油箱还比较大，所以呢它的那个握把会离你的那个座位稍微远一点点，所以你身体会有一点点微趴。那以这个755cc 的这个排气量这样子双缸的很有扭力的车辆来说，好像骑乘的姿势就是这样子是比较好那加上刚才有跟大家讲它的这个脚踏的位置比起一般的街车是偏后方的，所以呢如果你骑起这台车，你就觉得说你在这个街道当中都市丛林里面，你要在那边很灵活的这个活动也好，或是说呢你有喜欢这个下赛道的这种兴趣，它在赛道里面它的这个马力加上它这个翻转左边右边的这个灵巧度应该都会让你蛮满意的。那刚才有提到它有进退快排，对不对？那我在骑乘这台车的时候有试一下大家有看到我的手没有动没有去拉离合，但是呢脚是可以直接去踩动它的进跟退都有快排。那当然这个部分在平常街道骑乘的时候，我是觉得比较没有什么帮助了如果你想要下赛道，或是你去骑那个快速道路的时候，可能你会比较想要进退都不要拉这个离合器，而是能够更快速的变换档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本田他们官网上面的一些资讯好，那他们这边也是有这个红白配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是以什么紧凑粗犷的外形来著称虽然是一个比较战斗型的街车。那我们有看到这边排气量755CB750，然后最大马力是 68.3 匹，油箱容量是 15.2 公升。那它的颜色有黑色、黄色还有白色。那性能方面呢这边都有一些叙述了总而言之呢，就是以黄蜂为概念，然后做得非常的战斗让它可以这个短小精悍。那这边有几个强调的特色，它就有5寸的全彩 TFT 的液晶萤幕，然后呢锐利的造型，全新设计的这个轻量化的车架据说是比这个 CB650 轻了2公斤然后呢左手的这个总成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按钮可以去选择操控你的这个电控。那我们来看最大马力、最大扭力，很特别都在7000转产生，所以它在低转的时候其实扭力就会很大然后呢坐高 79.5 mm， 所以真的坐起来还蛮舒适的。车重呢190公斤，那不算特别重，以红牌来讲的话。然后呢轮胎是前17后17这是一个街车的设定。油耗呢是1公升跑 22.1 公里，那这算是一个中上的表现不算特别耗油的红牌。那这台车子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有一个5寸的 TFT 仪表那这个仪表是非常的亮眼，非常好看而且有很多的资讯在上面，它有很多的电控可以让你自己去设定是蛮好玩的一台车好，既然都来到桃园了试完了车辆之后呢，我就来到这个元启开发总部，它1楼是一个叫做 Cafe Stay 的这个咖啡厅。
那它原本是在这个桃园的这个中路特区这边啊，旅人咖啡馆一个蛮有名的咖啡厅哦，他们里面的团队出来，在这个缘起开发总部的1、2楼经营的一个新的咖啡厅，今年的3月1号才正式开幕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应该是桃园地区数1数2有名的网美咖啡厅了。你看它的外面非常漂亮哈。很少咖啡厅会在它的1楼的外面啊，花那么多精神还有经费去经营这个园艺的部分。据说这个园艺就花了大概30几万啊，就连这个团队原本的那个咖啡厅呢，旅人咖啡，它的门口呢也没有这些设施啦。好，说了那么多，那我们就进来这个店里面看一看吧。对，有懂 Jones 的朋友有在22帮我直接带了。好，那我们2楼请。好，谢谢。好，谢谢。去完桃园本田之后呢，会特别绕过来这一边哦，缘起开发总部。原因是因为，这一边的这个刘副总啊，他是我这个多年的好友啊，所以想说呢，既然经过这附近呢，就来探望他一下，顺便跟他蹭一杯咖啡喝哈。哇，天气很热，来一杯冰冰凉凉的咖啡，真的是非常的舒畅啊。那这个是 Cafe Stay 啊，他们这个咖啡厅里面的，算是有点招牌冰酿咖啡。竟然还给这个好像 whisky 一样的这种圆形的冰块啊！哇，整个太高级了哈！哇，赶快来这个试一下哈！哇，这个整个这个喝咖啡的过程，整个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啊，感觉这是完全精品啊！然后呢，来大家看一下，倒在这个杯子里面，加上那个圆圆的冰块，哇，整个颜色还出现了渐层哦。然后那个喝上去的这个口感呢，蛮特别的，它是有很丰富的层次的味道，因为它的这个咖啡豆呢是有一点发酵过，哇，真的是质感爆棚啊！来到这边呢，只要是6日的话呢，大概都是座无虚席啊，就连跟老朋友见面呢，也是只有在这个人家没有预定的时间才能够保留座位哈。那这个咖啡 Stay 的2楼呢，其实是可以接受包场的哦，然后它的这个座椅啊都可以调整。你可以做团体会议呀，或是什么同学会啊什么的，都可以按照你的需求自由的使用这个2楼空间。开我，招牌的螺旋楼梯。楼上是这样，但是里面就办公室了，对不对？这是我办公室啊。那但是这一区还是这边是其实我们自己的接待区啊，我们开会开小型会议的时候。他们这个店里面有一个招牌的螺旋楼梯啊，那从1楼到2楼到3楼都是这个螺旋形的。那其实刚才我们在2楼喝咖啡的时候，就有看到好几个网美啊，就在这个螺旋楼梯上面一直在那边自拍，拍来拍去，拍来拍去。那我们锅巴老师也着装哈，来给他好好拍一张。在 Google 地图上面呢，与其找到这个咖啡 Stay 这个咖啡厅啊，不如你要找这个缘起开发总部哦，那才会比较找到正确的点哦。那他们呢是说，以后他们会想要把这种建筑物或是一个建案，它不只是卖给你房子而已，而是它更可以带给你另外一种生活。所以他们的这个部门里面呢，有蛮重视这个软性生活的部分，所以从这一个咖啡 Stay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一些外部的园艺也好啦，或是一些设计啊，都是蛮为消费者来着想的。他们的建案并不多，但是相信每一个建案都是非常用心去经营的。好啦，最后呢，还是要再帮本田再宣传一个新的活动啊！哇，公司车就是活动很多。他们在6月17到8月19呢，会有一个这个夏季乘风游的这个活动又开始了哦，所以本田公司车车主又可以开始跑起来了哈。那他们为什么是在8月19号截止呢？我觉得
可能是因为日文谐音 bike 是这个 bike 摩托车的谐音吧。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